在《只狼》裡有個很奇怪的武士，他穿着西方鎧甲，拿着大劍，像是從另一個遊戲穿越過來的。想要通過這裡的人都必須先打倒他，可即使我們能夠擊潰他的架勢，也無法擊穿他的盔甲，只能讓他短暫後退。想要真正打敗他，只有一個辦法，將他推下懸崖，然後就出现了這個遊戲最出圈的梗。羅伯特是他的兒子，患上了奇怪的疾病。為了延續兒子的生命，這個父親帶着他漂洋過海，最終來到研究不死的先鋒寺。這裡的僧人聲稱掌握了不死之力，能夠治療羅伯特，但前提是他在寺廟的廊橋上完成1000本刀，也就是收集到1000把刀。為了救活兒子，他甘願披上鎧甲，守在廊橋上，殺死每一個試圖進入寺院的人。可他直到墜下懸崖，或許都不知道，從一開始，這一切就是一場騙局。先鋒寺之所以提出這不可能完成的條件，是為了不讓外人打擾寺廟內進行的變態實驗。這群和尚究竟對羅伯特做了什麼？他們又在隱藏什麼秘密？不過，想要弄清先鋒寺的秘密，只看中文版的劇情可能還不夠，因為我們對這座寺院的一些理解，從翻譯環節就已經出現了偏差。舉個例子，當變弱神子告訴我們先鋒上人的位置時，簡體中文版說他閉關於一個名為胎內鳥居的地方。我第一次看到這裡就覺得非常奇怪。鳥居是日本神道教信仰中的標誌性建築，為什麼先鋒寺會突然冒出一個鳥居？更奇怪的是，我們真正找到先鋒上人時，周圍也根本看不到什麼鳥居。於是我去查看了這句話的日文原文，發現神子說的壓根就不是什麼鳥居，而是胎內枯骨里。這個詞可以理解為穿行胎內，是日本佛教和修驗道中一種帶有象徵意義的修行儀式。修行者會進入被視為母體的幽暗洞穴，進入黑暗，象徵暫時離開現世，經歷一次死亡，再從出口回到光明，則象徵洗淨污穢，重新降生。所以神子的意思是，先鋒上人在正殿旁邊的那座洞穴裡。将它翻譯成胎內鳥居，不僅讓玩家誤解了地點，還抹掉了一層非常重要的象徵。胎內、搖籃、降生與還鄉，這些意象原本是緊密相連的，但在中文翻譯裡，這條線索直接變成了一座根本不存在的鳥居。但問題是，遊戲裡這樣的翻譯錯誤還不少，有的是自己加戲，有的則是牛頭不對馬嘴。所以這期視頻可能會和你以前看過的《只狼》解讀有些不同，因為我會盡可能以日文原版為基礎，同時使用開發者自由視角和遊戲解包工具作為輔助，重新調查先鋒寺隱藏的秘密。而在這個過程中，我還發現了一件更加意外的事：不死斬究竟來自哪裡？遊戲其實早就把答案放在了我們面前，這裡是布魯縣。今天我們繼續解析只狼。在上期視頻結尾，狼終於再次見到了九郎，但現在的九郎已經不再是那個只想逃離偉明的孩子，他已經知道偉明為了追求不死，制造出了多少生不如死的實驗體。於是他決定徹底斬斷龍印，結束這股力量給世間帶來的災難。想要做到這一點，他們就必須前往仙鄉，取得陰龍之淚，而龍淚必須由一把名為不死斬的太刀取得。問題是，沒有人知道這把刀究竟藏在哪裡。九郎認為一心大人或許知道點什麼，於是讓狼前去向他詢問。不思議はいずこに？千寶寺にあると聞く。だが今やあの寺は門を閉ざしておる。生草どもめ、お山にこもり何をしておるかは知らぬが。可狼剛來到先鋒寺，一個聲音就從牆上的菩薩掛畫中傳出來。他警告狼，先鋒寺的僧人早已背離佛法，勸他趕緊離開。不過狼遇到的第一波和尚，除了看見外人便會瘋狂攻擊之外，至少長得還算正常。他們在發動攻擊之前，會擺出一個奇怪的姿勢，進行降臨儀式。所謂降臨，就是嘴裡咬碎特制的糖，身體擺出對應的動作。如此一來，神靈便會降臨到自己身上。而降臨本來是超過凡人身體承受範圍的行為，所以才要咬碎糖忍耐。類似概念在現實日本確實存在，比如巫女傳統中的口技儀式，就是通過儀式讓神靈降臨到巫女的身上，借由巫女的嘴傳達神的旨意。這種超自然儀式在遊戲裡的表現，就是獲得一段時間的強化效果。只狼裡總共有5種糖，在5種糖的名字裡，其中最容易看懂來歷的就是阿公糖和烘虎糖。現實中的許多日本寺院會修建人王門，門內兩側通常立着成對的人王像，一般左邊的雕像閉口做烘形，右邊的雕像張口做阿形。遊戲裡也做了一個人王門，不過就是看起來比較小氣。看到這裡，可能有人就要問了，這不就哼哈二將嗎？確實，所以簡體中文翻譯自作聰明地把原來的阿公糖和烘虎糖翻譯成了哈醬糖和哼醬糖。為什麼說自作聰明呢？因為它翻反了，原本對應哈醬的阿公糖被翻譯成了哼醬糖，原本對應哼醬的烘虎糖被翻譯成了哈醬糖。你說要是像繁體翻譯一樣直接保留阿公和烘虎，也就不會有這個問題。還要秀一手，
結果還弄出這種低級錯誤。另外 ，From Software 曾經把這些糖做成了周邊。在2019年遊戲正式發售之前 ，From Software 在線下舉辦了多場試玩會，凡是參加試玩的玩家都將獲贈一套原創周邊禮品，其中就包括一包烘護糖。我已經能夠想象拿到糖的玩家一邊咬碎糖，一邊擺出降臨姿勢的畫面了。反正我要是拿到了這包糖，肯定會這麼做。扯遠了，回到遊戲。在解決掉沿途的僧人之後，狼來到了一座通往寺院深處的廊橋。把守在這裡的正是羅伯特的父親。開戰之前，他先向狼提出了一個請求：我が息子のため、その刀置いて行け。できぬ。這說明羅伯特父親是個善良的人。如果可以的話，他只想要刀救兒子，不想傷及無辜。他請求狼把刀留下，不過被狼一口拒絕。而羅伯特父親收起千本刀的設定取自《元易經》的傳說。傳說中有一名為武藏坊變慶的僧兵，在5條橋上進行刀手，只要他看上往來武士身上的太刀，便要求比武一路太刀。他企圖收集1000把太刀，還差最後一把時遇到了元易經。元易經武藝高強、身材高大的变慶敗給了體型遠小於自己的易經，但變慶落敗之後，成為了易經最忠誠的家臣。不過羅伯特的父親就沒有這樣的結局了。那麼羅伯特後來究竟怎麼樣了？遊戲沒有給出明確答案。大多數玩家覺得他已經成為了先鋒4實驗的犧牲品，還有的玩家覺得羅伯特沒死，而是被改造成了遊戲裡的赤鬼，因為這個精英怪有明顯的白人特徵。值得一提的是，物品描述中寫道，他們父子2人來自遙遠的南蠻，而日語中的南蠻和中文語境的南蠻並不相同，因為當時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是在日本的南方登陸的，所以日本人從地理感受上把他們稱為從南方來的蠻夷。這樣一來，羅伯特應該有明顯的白人特徵，所以這個猜測有一定道理。不過就我看來，他的身高对於一個小孩來說，是不是有點太過高大了？這他媽是8歲？沒人信，我都不信。狼來到了寺院內部，很快便發現這裡有些僧人已經很難再被稱為活人，他並不能像其他和尚一樣自由行動，只能盤坐在那裡。只要狼一靠近他，一只巨大的蜈蚣就從他體內鑽出，這可能就是易星所說的附從者。死なぬ者とは虫つきとか言ったかの。真の像を貫こうが首を落とそうが死なぬというぞ。官方外傳漫畫進一步補充了附從者不死的原理。偽名存在一種由變弱水濃縮而成的物質，名為變弱電。有些蟲子在喝下變弱電之後，有時會突變，擁有特殊的能力。由於某種原因，被這種蟲子寄生的人有極小的概率成為附從者。無論宿主的身體遭到多麼嚴重的破壞，寄生在體內的蟲都會將其重新修復，使人無限接近真正的不死。在先鋒4的僧人眼中，寄生在體內的蟲是一種神聖的恩賜，不死即為漫長開悟之旅。他們認為，只要生命永不結束，修行便可以無限延續。總有一天，自己能夠在這段沒有盡頭的旅途中獲得開悟。不過結果倒是很諷刺，最後悟沒悟不知道，身體先成乾屍了，肚子裡養出一條2米長的蜈蚣。出於好奇，我想看看這蟲子有多長。在解包遊戲後，發現他們體內的蜈蚣比我想象的要長得多。除此之外，附從者這個設計讓我想起了 From Software 之前的恐怖遊戲《九院》中的怪物。有時間的話，可以單獨講講這款遊戲。狼一路來到先鋒4正殿。這裡沒有看守不死斬的人，佛像前只擺放着一隻小小的鈴鐺。不過很多玩家可能不知道，這裡有一個隱藏 NPC。如果狼在擊敗嫌疑狼之前提前來到先鋒4，這隻鈴鐺並不會出現，取而代之的是一名身穿綠色僧衣的附從者。和剛才那些僧人一樣，他的肉身早已乾枯，體內也寄生着不死之蟲。但奇怪的是，他並不會攻擊狼，只是盤坐在佛像前，不斷念叨着自己必須贖罪。他口中的那孩子就是變弱神子，而狼此行的目標不死斬就由神子看管。不過此時的變弱神子已經避居內殿，不再與先鋒4的僧人見面。綠衣附從者無法親自前去，於是將一本名為《永旅經》的經書交給狼，希望狼見到他以後能夠代為轉交。綠衣附從者說，變弱神子一直想知道自己為什麼會背負這樣的宿命，這本經書會告訴他答案。而當狼擊敗嫌疑狼，並從易星那裡得知不死斬的下落後，這名綠衣附從者便會從正殿消失。如果玩家此前沒有取得經書，這本書後來還會出現在正殿大門前的池底。至於這名僧人究竟去了哪裡，遊戲始終沒有說明。而在他膜拜的佛像前，則多出了一隻從未出現過的鈴鐺。狼伸手搖響鈴鐺，下一刻，周圍的正殿便消失不見。
他被送到了一處介於生死之間的空間——幻廊。想要進入变弱神子必居的內殿，狼必須先找到藏在這裡的猴子。乍一看，狼需要抓住3隻猴子，不過只要你注意各種細節，不難發現會有第4隻猴子。這裡明明只有3隻看得見的猴子，入口處卻擺放着4面屏風，其中3面會有猴子的圖案，最後一面卻空空如也。而且在日文版中，在 BOSS 名稱這一欄，最後還留了一個頓號，暗示3隻之後還有一個東西。實際上，第4隻猴子從戰鬥開始時便一直跟在狼的身後，玩家甚至不需要四處尋找，只要開場之後立刻轉身揮刀，就能直接將它抓住。這4隻猴子的設計來源於非常著名的3不猴，一隻蒙住眼睛，一隻捂住耳朵，最後一隻捂住嘴巴，分別代表不看、不聽、不說。我第一次見到這個形象還是在《成龍歷險記》裡，後來才發現這3隻猴子早已成為一種世界性的文化符號，甚至連手機表情裡都有。它的思想內容最早可以追溯到《論語·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種思想怎麼到日本就變成了3隻猴子呢？這裡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日語雙關，古典日語裡的否定形式 zaru 正好和猿的發音 saru 接近，所以3個 zaru 就被視覺化成了3隻猿。而遊戲在這裡把傳統典故的寓意整個反轉了。紫衣猴並非看不見，而是視力異常敏銳；綠衣猴並非聽不見，而是能聽到極其細微的聲音；橙衣猴也沒有保持沉默，而是會用巨大的叫聲提醒其他猴子逃跑。除了這些典故，我很喜歡幻狼本身的場景設計，古典建築和超現實空間的融合讓人耳目一新，讓這場抓猴戲成為了只狼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BOSS 戰。在抓到4隻猴子之後，狼來到了內殿，見到了變弱神子。何故参られたのですか？不思議りを求めに。抜けぬ刀とご存知か？ああ。抜けぬとは抜いて帰った者がおらぬということ。それでも試されるのですか？抜こう。そうですか。わかりました。覚悟が終わりならば改められよ。なぜ皆死を厭わぬのですか？あなたは一体。その右目、流因の呪いを受けているのですね。不思議り。確かに。もらい受けた。好在狼早已與九郎締結不死契約，即使被不死斬奪走生命，他也能再次醒來。而在得知狼尋找不死斬是為了幫助九郎斬斷龍印之後，變弱神子也向他講述起了自己的身世。先鋒寺曾用大量孩子進行變弱實驗，不過實驗並不成功，他們幾乎全部死在了實驗中，最後只有變弱神子一人活了下來。至於那些沒能活下來的孩子，如今全都長眠於幻廊之中。也就是說，剛才寄宿在猴子體內阻止狼進入內殿的亡魂，正是與他一同接受實驗的孩子。他把他們稱為朋友，他們已經無法離開幻廊，卻依舊守在內殿之外，保護着唯一活下來的同伴。這時，狼將綠衣復蟲者托付給自己的永旅經交給了變弱神子，上面記載着先鋒寺為什麼要用小孩進行實驗。在永旅經中，神龍被描述為來自遙遠的西方，它本不屬於日本，只是由於某種原因漂泊至此。正因為不屬於這裡的力量出現在了不該出現的地方，才不斷誕生復蟲者以及其他扭曲的生命。先鋒寺的創始人先鋒上人意識到了這一點，他想將龍印送回他原本的故鄉，這就是龍之還鄉。想要完成歸鄉，必須要有一個能夠承載龍印的搖籃。為了製造這個搖籃，無數孩子成為實驗品。讀過經書之後，變弱神子終於明白自己宿命的緣由。可只要想到那些死在實驗中的孩子，他便壓抑不住對先鋒寺僧人的恨意。どうした？私はあの人たちをまだどうしようもなく憎んでいるのです。再次見到神子時，他已經在和幻廊中的夥伴告別。神子不願失去他們，可他也知道，一旦選擇龍之還鄉，自己或許就必須與這些孩子告別。
可問題是，變若神子只知道龍印應該返回西方，卻不知道該如何讓自己變成搖籃。他讓狼去尋找先鋒寺的創始人先鋒上人。先鋒上人已經將自己封閉在鎮殿旁的洞窟深處，他在那裡進行了漫長的修行，或許知道龍之還鄉真正需要的條件。狼隨即進入洞窟，這條洞穴曲折狹窄，許多僧人的屍體被擺放在兩側，整條道路就像是在某種巨大生物的腹中穿行。而在洞窟最深處，狼終於找到了先鋒上人，可他已經死了，沒有留下任何遺言，懷中只抱着一本經書。狼將這件事告訴變若神子時，就連他也感到難以置信，因為先鋒上人同樣是一名附蟲者，寄生在體內的蟲會不斷修復宿主的肉體，只要沒有遭到不死斬的斬殺，附蟲者按理來說便不會真正死亡。可先鋒上人的屍體就躺在那裡，沒有打鬥痕跡，體內的蟲也沒有令他再次醒來。一個本應不死的人，為什麼會死在洞窟深處？遊戲沒有給出答案。不過他臨死前守護的經書卻補全了龍之還鄉最後的線索。想要變若神子成為搖籃，他必須先服下2枚蛇噬。所謂蛇噬，當然不是什麼普通的果實，那是白蛇的心臟。這就是下期視頻要解決的問題。狼取得不死斬以後，還有一個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釋：這把刀究竟來自哪裡？物品描述只說它被先鋒寺秘密收藏了很長時間，但收藏在先鋒寺並不等於由先鋒寺制造。如果利用自由視角觀察存放不死斬的刀匣，就會發現匣蓋上會有一枚特殊的文章，相同的文章大量出現在元之宮的旗幟與織物上，設定集將其稱為元之宮神文。這就說明不死斬的刀匣並不屬於先鋒寺，而是來自元之宮。而在最近公開的動畫預告裡，也專門保留了刀匣上的這枚神文。這說明這個紋路並不是開發者隨手貼上去的裝飾，而是這把刀在視覺設計中的重要身份標記。不死斬真正的名字叫做敗類，它最特殊的能力也不只是斬殺不死之人，而是能夠傷害陰龍，取得完成儀式所需的龍類。一把以敗取龍類為名，專門用於向神龍取類的刀，恰好又被裝在印有元之宮神文的刀匣裡。無論從外觀還是用途來看，它原本都應該屬於元之宮，而不是先鋒寺。可如果不死斬來自元之宮，它後來又是怎樣落入先鋒上人手中的？遊戲中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先鋒上人曾經集齊元之香，親自進入仙鄉。與之相反，過去明確與元之宮和瑋明兩地都存在聯繫的人，正是上一代龍印神子丈以及侍奉他的八。丈留下的香花手記明確提到，八之一族曾經收集元之香，抵達元之宮。這說明八的族人不僅知道元之宮的存在，還掌握過進入那裡的方法。所以我的判斷是，不死斬原本就是元之宮的儀式用刀，屬於八之一族。後來他跟隨丈與八來到瑋明，最終被反對斬斷龍印的先鋒上人藏了起来。這也能解釋八之手記中一句話：八為了讓丈恢復成人，曾經四處尋找不死斬。他不僅知道不死斬存在，甚至準確判斷出是先鋒上人把它藏了起來。因為先鋒上人希望的是龍之還鄉，自然不會允許八用這把刀斬斷龍印。遊戲裡還留下了另一條線索：狼在幻狼抓捕猴子時，可以遇到一名為他提供提示的僧人。交談結束以後，僧人還會提到，在狼之前也曾經有一個身負使命的人來到這裡追逐過屏風中的猴子，但後來幻狼又重新安靜了下來。很多玩家認為這個人是嫌疑狼，其中一個重要依據就是中文翻譯使用了男性代詞，於是這個身份不明的人便被理解成了男性。但日文原文的意思是，從前也曾有一個像你一樣身負使命的人。我想那人追逐過猴子一陣，後來不知何時便安靜了下來。原文使用的是沒有性別指向的者，第二句話更是直接省略了主語。整段話裡既沒有他，也沒有任何能夠證明對方是男性的表達，是中文本地化額外補充的信息，並不存在於日文原文中。因此，這個人完全可能是一名女性。而在狼之前，確實有一名身負使命的女性，為了自己的主人尋找過不死斬，她就是八。八希望讓丈恢復常人，為此他需要長櫻之花與不死斬。他已經取得了花，卻始終沒能找到刀。幻狼僧人的話正好補上了這段空白。八很可能曾經來到先鋒寺，進入幻狼，試圖通過屏風猿猴的考驗，前往內殿取得不死斬。可他最終沒能抓住所有猴子，也就沒有得到變若神子的召見。所以八之手記最後才會寫道：花雖在，卻沒有不死斬。大概是被先鋒上人藏起来了吧。他不是沒有找到先鋒寺，也不是不知道不死斬就在這裡。他已經走到了幻狼，甚至親自追逐過那些猴子，只是沒能通過最後的試煉。如此一來，所有線索便能夠連接起來。不死斬原本來自元之宮，由八之一族帶到人間。先鋒上人為了阻止龍印被斬斷，將其封存在內殿。八為了斬斷龍印，來到先鋒寺，卻沒能通過幻狼。我第一次來到先鋒寺時，也認為這裡的僧人背棄了佛祖的教誨，為了追求不死，開始利用大量孩子進行人體實驗。變若神子就是他們模仿龍印的虛假產物，畢竟變若神子就是這樣告訴狼的。可後來重新梳理先鋒寺的線索時，我才意識到，
变弱神子雖然是實驗的受害者，卻未必知道實驗真正的目的。所謂不可靠的敘述者，並不是說他在撒謊，他對實驗造成的痛苦沒有任何誤解，但他掌握的信息並不完整。他知道僧人對自己做過什麼，卻直到狼送來永旅經以後，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首先，如果先鋒寺的最終目的只是獲得不死，那麼他們其實早已成功了。狼一路走來，已經見過不止一名負重者，寄生在體內的蜈蚣能夠不斷修復宿主的身體，即使遭到致命傷害，他們依然可以重新站起來。至少在延長僧人自身生命這件事上，先鋒寺已經找到了一條能夠實現的道路。既然僧人自己已經能夠不死，為什麼還要冒着巨大的代價繼續利用大量孩子制造变弱神子呢？只是為了造出一個虛假龍印嗎？在永旅經中有一段非常關鍵的文字，龍印神子需要飲下冰冷的龍淚，龍印的搖籃則要吃下2顆蛇噬。只要搖籃生命不絕，並將龍印神子塑於體內，返回西方故鄉的儀式便能實現。這說明先鋒上人對龍之還鄉的實現條件無比清楚。從一開始，先鋒寺那些孩子的實驗就不是為了虛假龍印，而是為了制造一個承載龍印的搖籃。另外2條線索也能證明這套還鄉計劃早已為他準備。綠衣負重者將永旅經交給狼時，明確表示变弱神子一直想知道自己背負這份命運的緣由。在日文中，狼不同方法獲得的永旅經重置恩賜，它的物品描述是不一樣的。如果你從水底拿到的永旅經描述裡是這樣的寫的，書的扉頁上寫着致变弱神子，日文特別強調了這一點，說明這不是一本偶然落到他手中的經書，而是先鋒寺特意留給他的答案。但在中文裡卻變成了模糊的交給那個孩子。在讀到經書以前，变弱神子只知道斬斷龍印這一條道路，他甚至會擔心因為斬斷龍印，狼和九郎其中必有一人要死。可讀完經書後，他才第一次明白龍印來自西方，也終於知道自己為什麼會擁有這副身體。隨後，他前往幻狼與其他孩子的亡魂商議，並提出了一條此前從未提過的道路，不再斬斷龍印，而是將他送回原本的故鄉。第一部經書告訴他自己的來歷與龍印的故鄉，第二部經書則記載了成為搖籃的具體儀式。2部經書一前一後，完整解釋了它存在的原因。龍之還鄉顯然不像是变弱神子突然靈光一閃而想出來的計劃，更像是一場因為先鋒寺內部決裂而遲遲沒能完成的實驗。变弱神子之所以一直不知道真相，很可能正是因為他憎恨先鋒寺的僧人，早早將自己關進內殿，斷絕了與他們的往來。而先鋒寺最大的錯誤是，他們為了完成這個目的，把孩子当成了材料。僧人稱他為神子，將他視為神聖的實驗成果，卻唯獨忘記了一件最簡單的事：他首先是一個人，而且只是一個孩子。很巧的是，变弱神子後来也犯過相同的錯誤，直到九郎用他送去的米做成牡丹餅，他才突然意識到龙印神子也是人。本期解析到此為止，這裡是布魯線，我們下期視頻見。